最近，印度烈火5导弹试射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作为南亚第一强国，印度在军事实力方面不容小觑。这次试射的烈火5型洲际导弹对印度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据《环球时报》30日报道，印度这次试射任务首次在夜间展开，并且还是今年第一次用户试验，用户当然就是印度军方了。这次烈火5试射任务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在军方参与的情况下，首次执行夜间发射任务，这显然是在检验其实战性能不能在夜间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发射任务，是检验一款洲际导弹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而目前看来，印度正在向这个方向迈进。据悉，这是烈火5导弹进行的第8次测试，它的有效射程达到了5000公里。最近中印边境局势再度紧张的时刻，印度进行烈火5的试射，针对的目标是谁？相信大家非常清楚。据统计，印度总共拥有156枚核弹头，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但是这156枚核弹头真的非常具有威慑力吗？还真不一定。多弹头洲际弹道的威胁远大于单弹头，防御起来也更加的困难。目前掌握多弹头技术的国家不多，中美俄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印度在这方面属于追赶者，目前看来技术还未成型。这次烈火5试射依然还是单弹头，并不是传闻中的分导式多弹头技术。虽然目前印度已经掌握了一箭多星的基本技术，但是还没有将其运用到导弹上来，所以并没有实际的掌握这项技术，所以他们这156枚核弹头的威慑力有限。著名导弹专家杨成军也表示，印度想要完成分弹头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众所周知，印度一直都将我国看成竞争对手，各方面都想要和我国相比较。这不，现在这么大力发展洲际导弹技术，一方面是国防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在看到我国火箭军强大战略威慑力以后，心里不服，也希望拥有同我国一样的战略威慑力。不过，在弹头小型化以及分导弹头技术方面，我国还是领先印度数十年的。早在30多年前，我国就已经拥有像烈火5这样的洲际导弹了，更不用说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印度还不知道需要追赶多久。就像法新社评论的那样，在洲际导弹领域，印度同中国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即使烈火5已经形成战斗力，也不会影响这一战略事实。确实，从印度的军工科研能力来看，和我国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就像美国媒体之前说的那样，离开了俄罗斯，印度军队连打仗都成问题。这就是自称世界第4军事强国的印度，还真有点讽刺。国际利益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发生令人意外的事情。就例如近日，美国和欧盟突然就宣布决定让已经打响了3年的钢铝关税争锋休战。据媒体报道称，近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宣布了一项决定，美国决定取消3年前宣布的对欧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 25% 和 10% 的加征关税，并且美国将会联合欧盟重新达成钢铝关税协议。值得一提的是，在重新达成协议以后，美国为了报答欧盟，还会开放一部分的数额允许免关税流入美国。但有多家知名媒体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表示这个免税份额大概可以达到330万吨，而且一旦正式达成协议，这个免税额度很可能会再加100万吨。为此，欧洲也取消了一系列对美国加收的报复性关税，例如哈雷摩托车、李维斯牛仔裤和庞博威士忌等标志性美国产品。也就是说，在法国和美国牵手和好以后，美国和欧盟再次恢复了其乐融融的景象。那么问题来了，美国突然对欧盟伸出拉拢之手，为的是什么呢？说实话，3年都没有休战的关税争锋突然宣布休战，说没有足够的利益引导，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显而易见，美国这是要搞大事了。对此，美国商务部长戴奇就表示，美国和欧盟重新达成钢铝协议，目的就是未来预防中国卡脖子，甚至最好是能够把中国的钢材排挤出美国的市场，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不会被中国卡脖子。也就是说，3年没有休战的关税争锋突然就休战了，其实就是美国为了重新联合欧盟，在钢材上遏制中国，防止被中国卡脖子。不得不说，美国还真是异想天开，中国的钢材市场真的有这么好排挤的吗？欧盟能够吃得下美国的市场吗？这其实都是问题。要知道，中国的粗钢产量可是占据了全球产量的1半以上，有很多国家都非常依赖于中国的钢铁材料，每年都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产品，美国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而最近中国因为需要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对钢铁产品进行了限产，于是直接造成了美国钢材一年暴涨超 200%。所以这次美国联合欧盟，想要用欧盟来弥补中国减少产量的缺口。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的数据，2019年美国钢铁产量为8780万吨，不到中国的1/10。就算加上欧盟的钢铁，想要弥补缺口，估计都够呛。要知道，在美国加征欧盟钢铁关税前，欧盟向美国出口的钢铝产品总量也不过只有500万吨。
据悉，因为战斗机的异常运动，让国外观察员发现了这样一件事情，并指出这种状况已经维持了近半个月。原来，北约早在10月18号就开始了战术核威慑演习，在这次演习中，其未明确定下主要作战基地，并将范围主要局限于南欧领空。有意思的是，在北约连续进行军演的时候，其中2架军机必要的飞行位置很是巧妙。不仅在黑海上空进行作业，还和俄罗斯军队一起进行并排飞行。北约多次明面上对俄罗斯客气，并直言其行为不是针对俄罗斯，而是为了维护地区安全。但面人都能明白，黑海就是俄罗斯的逆鳞，而现在北约这些举动无疑是在火上浇油。更不用说，北约还和美国第6舰队一同在黑海开始行动，就早已表明这背后的深意。有关人士对此分析称，这一行为就是在剑指俄罗斯，对后者发出威慑。可能说到这里，有人就要说这是一次常规性军演，根本没有什么深层含义。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北约为何要频繁地在黑海行动，进而挑战俄罗斯的底线？对于这一敏感的举动，除了解释是在威慑俄罗斯，很难再想到其他理由。如今，俄罗斯和北约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紧张。早在北约将俄罗斯的一半外交代表轰走以后，就是在单方面对俄罗斯硬刚。随着两者间的博弈，这种矛盾也就被逐渐的放大。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方的洗脑，明面暗里的挑拨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但这也和北约的选择有关。而在北约亲近美国的同时，就将这一结果给奠定了。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早就表明黑海的军事战略意义以及后续应对威胁的态度。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从目前北约的趋势看，就知道北约的行动是在向东扩张，其中也以印太领域扩张最为明显，这都是一些危险的行为，大家要提出警惕，对此紧急反应。换句话说，俄方早已亮明一切针对外在势力来犯，俄罗斯是不会退缩的。对于北约的肆意妄为，俄罗斯从来都是敢言敢做的，一句人狠话不多，不服就干，是我们对这个战斗民族的印象。而北约想要对俄罗斯施压，俄罗斯是不会怕的。事实证明，普京从来是不会服软的，而俄方也早已把话挑明，只要北约敢来触碰红线，俄军就敢打。据媒体最新消息披露，美军太空司令部准备升级16套太空武器，总耗资约1.2亿美元。据消息，这款分布全球各处美军基地中的神秘武器，将用来摧毁敌国的通信、预警、广播等卫星系统。不可否认，美军对未来战场的感知能力是远远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们早在冷战时期就已经为太空战做准备了。很多人认为太空竞赛不过是美国为苏联设计的圈套，目标是消耗苏联的经济实力。然而，事实可能没那么简单。美军很早就在向世界推销这种思想，未来战争是全方位的立体对抗，其中包括传统的陆地、海洋、空中战场，网络空间和太空也将成为重要战场，甚至优先于陆地和海洋。美国的逻辑也能理解，严重依赖卫星定位和通信卫星互相联络的现代军队，这也是我国为何要大力发展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原因。然而，随着美军对反卫星系统的不断升级，如果我国卫星被攻击，这可怎么办？虽然所有人都在说要和平利用太空，但相互之间的严重不信任让太空军备竞赛无可避免。美军的不断投入让这一竞赛日趋激烈。为了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军太空司令部经常向全世界其在太空的军事力量攻击敌国卫星，或许是美国太空军的一项重要任务。据了解，美军这次要升级的反卫星系统是美国太空军到目前为止唯一公开的进攻型武器系统，能够对目标卫星进行干扰、致盲甚至摧毁。如果你认为反卫星系统就是美国太空武器的全部，那就大错特错。毫无底线的美军会为了所谓的胜利寻求一切可能。然而，明面上在太空开展军备的国家也只有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等国。即便是俄罗斯也不敢公开承认其要将太空军事化。这也就是美国即便在大力开发太空武器，也不敢将自己的神秘大杀器公之于众，甚至要不断妖魔化竞争对手，以便使自己的行动正当化。从这点也能看出美军的阴险。从中国官方一直以来的报道来看，我们是反对太空军事化的。为了在未来战场上不受制于人，我国发展了先进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除此之外，我们在外太空有太多资产和利益，包括天宫空间站、众多的轨道卫星，还有登月计划和外星球探测计划。中国不可能拿如此多的利益去赌美军几乎为负数的仁慈。有分析认为，早在北斗组网之前，为了防止美军的攻击，中国提前进行了一场反卫星实验，用导弹击毁了一颗废弃的卫星，向世界证明中国也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想耍花招，必须想清楚点。近日，中国更是发射一颗用于清理太空垃圾的实验卫星，也让美媒感到恐怖。明眼人都能想到，既然可以收集太空垃圾，收集卫星当然不是什么难事儿。正是因为中国拥有足够的实力，美国也不敢对中国卫星动手，只剩下干瞪眼，否则只会受到中国的对等反制，结果将非常令人舒适。